你好，这是静姐说花。看我手里拿的这个，是刚刚摘了一个高芽儿。这个高芽是去年的，还没来得及摘，它就开花了，所以一直等到它花要谢的时候，这才把它摘下来。由于这么一耽误呢，这个高芽就已经长到这么大，有这么多条根。这会儿把它剪下来，移栽成功是件很容易的事儿。虽说是很容易呢，却还是有需要注意的地方，否则功亏一篑也不无可能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些注意事项吧。当然是边看边说，让我们从头说起，一直说到移栽完成。前半部分呢是细节，是我的操作过程，总结在后面。当看到这个万代兰画面的时候，就是总结的部分。首先来说，这个高芽的形成是因为这个母株的叶芯儿坏掉了，有可能是我放在外面被虫咬了，当然也有可能是积水。它之前的老花芽我给它留了半截儿，于是它的这个休眠芽就发育成了这个高芽。由于它的母株没有叶芯儿，所以可以看得出来，整个植株呢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高芽上，所以这个高芽长得是挺快的。它的母株却在迅速的凋零当中，看这还黄掉了一片叶子。这片叶子虽然还不够干，因为它干黄的速度有点快嘛，但是它可以很齐整的从叶柄上脱落下来。那这种脱落方式还算是比较自主，就是植株主动把它掉下来的。这样虽然不是最理想状态，但也还算可以。叶片掉落的最理想状态是这个叶片干黄的速度缓慢，然后这个叶片呢变得越来越薄、干、皱皱的，最后掉。那整个叶片里面的水分、养分回收利用的就比较充分。我正在尝试的把老花梗掰断，这样就能把这个高芽掰下来嘛，但发现有点吃力，最后还是用剪子剪下来的。如果用工具的话呢，比如说剪子，记得一定要消毒，使用前一定要把剪子消个毒，喷个酒精也好，用火烧一烧也好，都可以。主要是避免病菌通过剪切工具传染。剩下的这个母株呢，还有一片叶子，这个呢就不动它，留在这个盆里，它有可能会长个侧芽什么的。当然也有可能最后它就死掉了。对它的养护方式就是正常养护。我们再来看剪下来的高芽，剪切的伤口并不在高芽上，所以对羔羊来说是比较安全的。这个高芽自己还有个花梗，这个我肯定是要掰掉的。看这边这个休眠芽，如果我不理它的话，这个休眠芽搞不好要发育了。这个高芽的个头在高芽里面虽然算是大的，但是已经剪下来，它最主要做的还是应该长根长叶，而不是马上去开花。所以把它自带的花梗掰掉，逼着它去长根叶。我发现掰断花梗在它有一个节儿的这个位置，就是有休眠芽的那个位置是比较好掰的。现在处理老花梗我比较喜欢掰，只要能掰断的我就不剪。到这会儿高芽就可以直接上盆了，因为刚才一系列操作都没有在这个高芽的本身，所以它的根儿也没有什么受伤的情况。凭目测，我找了一个差不多能装下它的根儿的盆儿，盆儿下面还放了一点小石头压重，把这个高芽放进去，就开始装植料。但是装着装着呢，我就觉得说要装满这一个盆儿，我需要放很多植料，倒不是心疼我的植料，主要是因为植料装的太多，透气性必然变得不好，所以我又把蜘蛛取出来，去找了一个杯子倒扣在盆里，这个杯子四周是都打了孔的，也包括底部都打了孔。由于放了这个杯子，必然会减少植料的使用量，盆里的透气环境也比没有这个杯子好很多。
我们在移栽蝴蝶兰的时候，盆里是不是要放一个像这样的杯子啊、瓶子啊之类的？主要就看如果不加的话，会不会需要放很多的植料。如果是，最好加一点填充物，让植料变得少一点。如果不是，比方说有的蝴蝶兰的根特别多，盘根错节的，根本就装不进去太多的植料，这个时候就不要加其他的什么东西了。而高芽的这些根儿，在被我们放进盆里之前，它是在空气当中的，意思就是它的这些根儿更适应透气性高的环境，也所以呢，把它埋到盆里，植料需要特别的疏松透气，否则呢，这些根比较容易出问题。植料装好之后，我还给它放了一块干橡胶皮，是装好马上就放了。因为这种干橡胶皮往外释放的肥力非常缓慢，你马上放上它也不见得马上就能出来。即便马上就出来了点儿，也不会太多，所以不用担心，装好盆可以马上放橡胶皮。但如果是液体肥，比方说泡盆之类的，就可以先缓一下，但可以马上去冲一下水。我使用的植料是干的，放进去之前我没有洗，所以装好之后，我把整个蜘蛛连同盆植料放到水龙头下面去冲了冲，没有泡盆，只是冲一冲。这样做主要是给高芽浇水，因为刚才摘下来的时候，它那个根部都已经是这种灰白色的了嘛，所以给它浇水。另外呢，我那植料也可以顺便冲洗一下，但水呢又不需要给太多，所以没有泡盆。套盆下面我也放了东西，把它垫高，防止上面的水滴下去泡到盆。如果我泡盆的话呢，那些植料就会吸到比较多的水，那么在一个相对长一点的范围内呢，整个盆里就会比较湿润。我们在把这个高芽取下来之前，它的那些根儿积在空气中比较透气，又因为空气湿度也不是很大，我也没有特别经常给它喷水，所以那些根呢，整个也是处在一个相对干爽的环境。而装到盆里之后，透气性必然比之前完全在空气中要差。如果再叠加上长时间湿润，那对高芽的根来说，这个环境的变化就比较大，出问题的几率相对来说也会大一些。所以作为过渡，高芽刚移栽到盆里的时候呢，最好就是这种浇水。浇水是既可以冲走不好的物质，带进一些清新的空气，又可以快湿快干。等它适应上大概2周左右吧，看看情况，下一步再考虑说泡肥水啊之类的。这是我那个从小苗养起的万代兰，第一次见到花，花也开全了。我们就以它为背景，来总结一下摘高芽苗和移栽高芽苗的注意事项吧。一，摘取高芽苗的方式呢，尽量避免伤害到高芽苗。如果使用工具，工具要消毒。2，移栽高芽苗，如果是把高芽苗装到盆里，盆里尽量疏松透气，比平时可能还要更疏松透气才更好。3，作为过渡呢，刚移栽好的高芽苗，尽量先不要泡肥水，也不要泡清水，给水的方式最好就是冲淋式的，就是那种浇水，水从盆上面浇下去，从盆底马上流出。至于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泡肥水和泡清水，主要看移栽后续的情况。如果比较健壮，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，那大约2周左右或者2周之后吧，可以开始泡水。但如果这中间发生了什么状况，出了问题，那就要先处理问题再说。第4，环境温度一定选在季节比较合适，确切说应该说温度环境比较合适的季节。
大致来说，春季最好，夏季只要不是特别高温也可以。秋季如果温度合适，而且从摘高芽那天算起，最好有至少1个月环境温度是在室温范围之内，如果能有2个月更好。意思就是说，摘高芽那一天虽然温度可能合适，但如果在接下来很短的时间之内温度就变得不合适，那这样不是就明显的增加了高芽成活的难度吗？所以摘高芽是对环境温度的考虑，既要考虑当下的温度，也要考虑未来1到2个月的温度。如果都合适，那就可以摘。第5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摘高芽的时候一定要那个高芽看起来比较壮的时候再摘，不能说小小的弱弱的就摘。好了，关于摘高芽、移栽高芽我们看完了也说完了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。